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跟我一起没有脸书了，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7月24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学过了果实跟过分这两个词汇。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过分这个词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语词汇，所以欢迎大家参加我的课来学习 HSK 的高频词汇。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来听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哦。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然后1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学习过，不是分哦，是分，过分这个词汇。好，我们上一次说过了，过分表示某一个人做了让你不能忍受或让你非常生气的事情，超过了你忍耐容忍的限度或者是程度，我们就可以用过分这个词汇。好，那么超过限度，达到你无法容忍的程度。什么叫容忍？就是忍耐，你没有办法忍耐，因为对方做的事情让你太生气了，超过你忍耐的限度 limit 限度。好，欢迎大家，老师看到了裴静、月莹、蓝墨、Alexander、Hardwin、美丽，欢迎春娇、爱云、汉平、佩霞、心中。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过分的例句。你这样批评他，有点太过分了。好，你这样，好，这样有一点像 like that 或 like this。OK， 你这样批评他。Like you criticize him like this， 你这样批评他，有点太过分了。什么叫有一点？什么叫有点？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太过分了。但是口语中我们都不说一，我们说有点就可以了。当然，它本来是有一点，或者是有点儿，加个儿，有点儿。好，太 too 通常会加个了，太什么了。太什么了？好，你这样批评他有点太过分了。好，当然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了，这个太太批评老公，可能太太说的话让老公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老公觉得太太说话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好，欢迎乔马跟 Soar 是云龙，对不对？云龙还有 Argar， 欢迎啊。好，各位同学，你有没有遇过别人跟你说过一些过分的话？可能有，对不对？你可以说过分的话，你这句话太过分了，你这样批评我真的太过分了。好，通常你觉得对方过分，你会很生气啊。好 ，Hello Sicom， 欢迎。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过分的第一个语法点。过分可以当作副词，后面我们可以加上形容词或者是动词啊。在这里我们的例句呢是加上动词，过分加上动词。老师可以想到的例子是过分要求，就是你要求别人要求的太多了，因为过分的意思就是 too much， 太多了。超过别人可以做的程度，过分要求。还有呢，过分强调。什么事情你会过分强调？就是你真的觉得非常重要。好，如果你过分强调的话，反而会让别人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理查老师要强调，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真的不是我的女朋友。理查老师，你为什么要过分强调？那你就会怀疑，哦，这个女生应该是理查老师的女朋友，因为这个人过分强调，反而凸显出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的。
你没有必要去过分的 too much emphasize too much。如果你 emphasize too much， 你过分强调，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听得懂老师的意思吗？谢谢乔马，哇，乔马给我压岁钱，乔马可是还没有过年呢。中国新年还没有到，农历新年还没有到，不过只要是钱，老师都欢迎啊！谢谢乔马，乔马最帅了，最帅了啊！好 ，OK， 好，所以老师可以想到很多过分加上动词，过分要求，过分强调啊。一般我们会加上一般我们会加上一个二字动词哦。二字动词过分怎么样怎么样，一般我们会加上二字动词好，那么我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要求 like ask demand， 他过分自己，结果得了抑郁症。好，在台湾我们不说抑郁症，在台湾我们说忧郁症忧郁症得了就是得了某一种疾病，比如说你可能你得了感冒，或者你说我感冒了一般来讲得了，比如说有人得了艾滋病，有人得了 COVID-19 新冠病毒，得了后面会加上疾病的名字，哎呀得了糖尿病等等。好，结果就是 as a result 或者是 it turns out， 好，结果就是最后出现的 ending 好，乔马说他过分要求自己不是自己要求我们的过分后面要直接加上动词各位同学，过分后面直接加上动词艾云 Hardwin 他过分要求自己好，月莹汉平他过分要求自己，结果呢他太完美主义了，害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好，对，忧郁症是台湾的用法台湾我们会说忧郁症，在大陆他们说抑郁症。好，春娇 Henny 宋平说他过分要求自己，结果得了抑郁症。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一个过分要求自己的人，你希望自己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完美无瑕，你要求自己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通常最后因为你太要求完美了，有时候你可能会得了抑郁症，因为你事事要求完美，反而得到反效果，你会得抑郁症。你们是不是一个过分要求自己的人呢？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分要求自己我们当然希望把事情做好，但是偶尔我们会犯错，这个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过分 too much， 不要过分要求自己好的，我们往下看。好，另外一个语法点就是动词加上的有点过分，动词加上的太过分了通常我们用的动词是像做这个字，做的太过分了 someone goes too far， 做的有点过分，做的太过分了，可以某一个人做的事情让你很生气，超过你容忍的限度，你可以说你做的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顶嘴呢？ How can you talk back？ 你怎么可以顶嘴呢？你做的太过分了。好，所以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动词可以是做，好，也可以是说，你说的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你说的有点过分 ，a little too much， 有点过分，你说的太过分了。OK，the way you talk is, going too far。好，所以呢，通常这个动词会是做的有点过分，说的有点过分，做的太过分了，说的太过分了。好，这是常用的一个语法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有点，说的
过分，你，难怪你先生不高兴。好，难怪，很棒的一个词汇哦 ，no wonder， 难怪，我们已经学习过这个词汇了。你先生 your husband 不高兴 unhappy， 难怪你先生不高兴，因为你怎么样？可能你先生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哦，他可能有一点抑郁，有一点不高兴啊。好 ，OK， 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你说的有点过分，难怪你先生不高兴。你说的有点过分，难怪你先生不高兴。但是如果你要说 too much， 你说的太过分了，难怪你先生不高兴。好的，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伤害到别人。有些人想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结果伤害了别人。你说的太过分了，你伤害到你的亲人了，你伤害到你的小孩了。我们说话有时候不要太过分啊。好 ，OK， for female。艾云问说，老师，你这个字是不是女生要变成这个你呢？好，那我告诉各位同学哦，好，艾云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男生要用这个你，女生要用这个你呢？这边我告诉各位同学哦，一般来说，在大陆都用这个你，在大陆，在中国一般用这个你，在台湾我们习惯女生用这个你，女字旁的女。在台湾我们会把男生的你用这个你，女生的你用这个你啊，所以看你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一般来说，在大陆他们只有用这个你啊，那这个你他们看得懂哦，好像也有人这样用哦，但是在正式的文章里面，他们只用这个你啊。那台湾是分得很清楚的，女生就用这个你，男生用这个你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写法啊。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的 ，OK。好，那在这里呢，老师希望我们说话不要过分。我们常常说话要怎么样？要厚道啊，说话要厚道。什么叫厚道？厚道的意思就是，我会说好话。就算别人做错了，我也不会说你怎么这样子，不会去批评人家。厚道的意思就是我会说对方的好处，然后对方做错了，我也不会直接的批评他。厚道，说话要厚道哦，一定要说话要在乎别人的想法，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如果呢，我们做人 ，OK， 做人的意思就是你做事情。做人厚道的话，表示你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你会去，你不会随便去伤害别人哦。我们要做人厚道，我们说话也要厚道哦，然后才不会伤害到别人。希望你们是一个厚道的人，厚道的人。对，艾云说祸从口出，祸不用加是哦，艾云祸从口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你说话太直接了，说话不够厚道，说话有时候太过分了哦。好，说话是很重要的一门艺术哦，所以我们说说话是一门艺术啊，说话是一门艺术。说话没有这么容易，你要说话到人家听了开心，然后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容易。说话是一个艺术，一门艺术啊，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人一辈子都在学习怎么说话，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说话，他说的话就是会伤害别人，然后让关系搞得很不好，搞得很僵。所以会说话是一门艺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希望你们说话的时候要在乎别人的感受，不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好 ，OK。哦 ，Bryce， 欢迎 Bryce 来了哦，帅哥 Bryce。但是你的发型不太对耶，昨天看到 Bryce 的发型有一点乱 ，a mess 。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看我的直播课，别忘了点阅，不是点阅，订阅。哎，订阅在这里，点赞、分享，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好，那欢迎大家支持老师的工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因为学过了果实跟过分。好，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哦，果实英文翻译成 result， 但是在中文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哦。果实基本上第一个是用在 fruit of a plant， 树上面的、植物上面的那个叫果实。但是你把它摘下来之后 pick it up， 你把它 pick it 摘了之后，它就变水果了。我们中文会说水果所以果实跟水果最大的不同是，果实是长在树上面或植物上面的，但是水果一般是你摘下来之后它就是水果了。 OK， 好，我们可以说苹果是苹果树的果实，那你把苹果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它就变成水果了，苹果就变成水果了那果实一般用在 result 或者是 reword， 一般是比较 metaphor 譬喻法，或者是书面语的表达所以你不要说他随便说话的果实是被妈妈骂，不对，他随便说话的后果。所以这里果实跟后果，后果是 result of a bad thing， 后果谁帮我打一下？我们学过后果是不好的，后果是不好的 result，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后果 bad consequences， 成果 like result after hard work， 这个我们学过了，对不对？后果、成果、结果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不好的。OK， 中性的词汇希望你们把它记起来。这个课我们是学过的对，后果、结果、成果，果实是一个 metaphor 的用法。说话一般我们不会说成功的果实比较少了一般来讲是书面语正式的表达好 OK， 那当然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fruit of a plant。 OK， 好，过分，他努力了很多年，终于尝到了成功的。好，在这里你们发现这是一个把果实当做一个 metaphor， 就是一个 reward OK 的感觉所以这边我们是个 metaphor 的用法。好，他努力了很多年，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果实。好，这题的答案很简单，是果实 OK reward OK， 好，是第二个意思reward。 好，我们再往后看第二题。你这样说话太什么了，别人会受伤的。好，你这样说话太 OK like the way you talk like this like was too 别人会受伤的。好，这题很简单，这里的受伤指的当然是你的 mentally get hurt mentally， 对不对？你的心理受伤了别人说了一些让你很挫折的话，所以你心里受伤了好，很好，太过分了，答对了，太过分了 OK， 很棒，太过分了 OK， 很好，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别人会受伤的。好的，我们来看下一题，这几题都很简单最后一题，树上结满了红红的什么，看起来很好吃。这题也很简单不过你要特别注意结满了。一般来讲果实、水果、果子
我们会用结满，你可以说长满也可以哦，长满了、结满了都可以。啊，长满了啊，结满了果子，树上结满了果实，树上结满了果子。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树上结满了水果，不会。水果一般是摘下来之后放在可能市场卖的那种叫水果。所以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这题的答案是果实。你可以说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实，树上长满了红红的果实。你可以用果子哦，这也是很常见的果子。果子，树上长满了红红的果子，树上长满了结满了红红的果实果子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水果，有点奇怪，这水果一般都已经是摘下来了，摘下来了 OK 哦，听得懂吗？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水果一般都摘下来，你可能在市场上卖，你可能在超市上卖，所以这里不要用水果，我们用果实或者是果子果实或果子。好 OK， 你们都答对了，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实，看起来很好吃，很美味，很 juicy。我们礼拜一学过 juicy， 对不对？多汁多汁好 OK， 那我们的课结束了，我们下周一见咯。谢谢大家参加老师的课程，我们下礼拜一继续来学习 HSK 的课，晚安咯，拜拜。